心目中你想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出去玩或者约会都比较有自己想法、有主见。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听话、懂事、不粘人的。就是他点菜的时候的第一步是先给我看，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什么络腮胡、大胡子，对，就是有点接受不了。络腮胡，因为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以前就是直接见了一面，然后就直接结婚了。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Aiden。这期视频我会走上街头采访中国女生，中国女生想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会欣赏男生什么样的外貌或者性格，以及约会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非常的加分或者下头。那如果你想学习中文的话，我会推荐 Chinese Zero to Hero，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超过10年的线上中文授课平台。那你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的 code， 你可以享受10%的优惠。那同样的视频我也会采访中国男生，中国男生会喜欢什么样的异性？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吗？Hello， 名字叫小困，然后今年是17岁。我叫一根线头，然后我19岁，大一。哦 ，OK， 你在读什么专业？摄影。名字可以化名吗？可以。小白吧。溜溜梅。我要改一个，我要叫炸鸡王，因为我的抖音名叫炸鸡王。OK， 是，都可以。大家好，我叫美杜莎，今年23岁。你是一位博主啊？对，我是美妆博主。我叫九九，今年25。我是小白，今年23。你们是一对？对。OK。可以叫贝贝，然后我今年2005的。还在上大学？对。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心目中你想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性格稳定一点，然后顾家一点，然后别家暴，就 OK。顾家一般表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首先不能出轨，第二点就是他可以忙，但是他心里要有属于我们的一个小家。那会不会要求他帮你做好饭啊，打扫家里的房子之类的？没有关系，这个可以找阿姨来。挺好的。这是性格上的。那外貌上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要的什么样的吗？身高的话就可以跟我差不多，但至少你别比我矮。然后外貌也没有什么特别，就只要不要很邋遢就 OK。情绪稳定，然后有解决事情能力的男生吧。比如说出去玩或者约会都比较有自己想法、有主见，然后可以把每个事情都解决很好，不用我操心。那性格上呢？就性格上还有其他的你比较欣赏的地方吗？有反差，在外面可以高冷，但是必须有礼貌吧。然后，但是和我比较幽默，比较放开。你对外貌有什么样的欣赏的地方吗？我支持男生服美役、化妆、做头发，因为我从来没觉得这种是很娘的一种表现。现在已经2026年了，我感觉男生也有美的权利。身高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吗？好得罪人啊！我肯定是希望高一点的，1.85米往上。最矮多少可以接受？这是最矮。因为我本身太高了，1.7米几的男生，我感觉也没有特别矮，只是因为我太高了。确实，你没有穿增高鞋。对，我没有穿增高鞋，我1.73米。我理想中的那一半已经在我身边了。他男朋友。抛开长相，就是不说别的，就是性格比较契合一点，然后互相包容。然后他会迁就你，两个人有什么事情就说开，然后又比较有趣一点。你觉得男生可以留胡子吗？我不是很喜欢留胡子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正常的胡渣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什么络腮胡、大胡子，对，就是有点接受不了。络腮胡，就是还是注重一下自己的外观吧，就是稍微干净一点，干净舒适一点，也邋遢。对，不需要有多么潮，就是干净舒服、简洁就行。挺好的。对，你呢？我觉得能更加的体谅我、包容我一些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明明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做不到体谅包容的话，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做不到的话就会发展成很大的延伸，会吵架，就特别伤感情。对身高有要求吗？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1.75米左右就可以了，也不用太高，太高的反而好像有点不适合我。我觉得我个子就是也挺高的，应该至少要跟我差不多，我才能接受吧，不能说是比我矮或者怎么着的。对，可以说实话吗？小狗。
小狗类型，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听话懂事不粘人的，就是平时比较尊重我的喜好嘛，就不会因为他们一些幼稚的想法去强加在我身上，尊重我的穿衣打扮，尊重我的一些兴趣爱好，然后尊重我的工作这一些，因为我比较独立，我不喜欢别人以爱之名来束缚我。年龄比你小多少可以接受？都可以，没有一个范围。你可以接受男生留胡子吗？可以啊，我非常尊重对方的审美和风格，哪怕是别人一般人无法认同的那种非大众审美，我都能接受。就是那是他的自由，他是他的喜欢，每个人都可以允许有自己喜欢的审美。我只是他的对象，我没有必要因为我跟他谈恋爱，我就一定要要求他变成我喜欢的风格，没有这种的。三观很正。对对。会有想要的身高吗？比我高吧，就是175以上差不多就行了。对，最矮是就是175。1.7米多其实也可以看感觉的，因为我之前谈过1.7米的。我会因为外貌对一个人产生好感，但是这不是全部，就是我不是纯看脸的那一种。我比较喜欢偏反差一些的吧，就比如说我在别人面前我是很内向的，但是我只在你这里活泼，或者说我在外面是很正经的，但是我只在你这边比较那种的，就是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他的另外一面。我一开始其实是对他有一点一见钟情的，因为他当时，怎么说呢，是那种很拽的那种人，就很高冷。然后当时我帮他拿东西什么的，他谢谢都没说，他说好，就这样就过去了。当时就觉得哇，我说好拽呀，我说好喜欢这一种冷冷的感觉。我的话，我比较喜欢哥哥吧，喜欢年纪大一点，稍微会照顾人的。然后其实主要还是看性格，接触下来感觉吧。年龄比你大多少岁可以接受？10岁以内。喜欢什么样的性格？可能会照顾人一点的，然后比较外向一点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矮。就比如说出去玩的话，我会希望他可以把一些攻略什么的都可以做好。那外貌上会有什么样的想要的吗？我喜欢那种看起来乖一点的，我不喜欢攻击力就是看起来攻击性很强的男生。我觉得那种可能看起来很凶，我会比较就是害怕。那身高方面有什么想法吗？175往上或者172，其实170往上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不太高，我只有158。你会不会因为男生的一些某个部位的相貌，比如说眼睛、鼻子、嘴巴，而喜欢上一个男生？会，我喜欢桃花眼，对。但是他们说桃花眼出渣男的概率比较大。我看一个男生的第一眼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先看他的眼睛，然后再去看整张脸。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会比较贴心？细节吧，就是比如说我在低头捡东西的时候，他会把桌角捂住，这就是很细节、很加分的点。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下头的行为？有，就是我喜欢玩游戏，然后本来说好的是2个人一起玩，结果他又拉了一个人，全程他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整个游戏30分钟，他一直在跟另外一个人沟通，然后后面我就直接游戏秒退了。我觉得他就在我这里就好像就突然减掉分了，我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他了。他拉那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怎么你的男朋友要有新的女朋友了？其实从一些细节都能看出来吧，就是这个男生有没有特别斤斤计较，还是比较大方的人。有什么是非常下头的行为？下头的行为，没有钱男生就不要谈恋爱了。哇，其实我赞同。对，我觉得你既然选择谈恋爱肯定是有一些多余的花销嘛。你明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产生一些多余的花销，那还要谈恋爱呀？你觉得月收入的多少的男生比较就是适合说有女朋友？你先解决好个人的吃饭啊，或者是生活再谈恋爱嘛。如果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的话，那还是先专注自己，提升自己。假设我们初次约会的时候，男生有什么样的行为非常的加分？比方说在来的路上给我带什么小礼物之类的，就是给我一个小惊喜，然后我一天就会很开心。我觉得就是我想去干嘛的时候，他可以陪着我去，就是不扫兴。相反的话，什么样的行为会非常的下头？就假如说我在吃某一件东西，我想吃这个东西，它的价格是在合理的接受范围之内，我都可以去为这个东西买单。但是如果对方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值，你吃那有什么用呀？就会说一些扫兴的话，然后就是不愿意去买的，不愿意就是说去，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不喜欢，我就不愿意去迁就你。
我觉得这点就是有点我接受不了。所以男朋友应该听女朋友的。那也得听吧，相互听一下。就是他点菜的时候的第一步是先给我看，他不是他先看，是先给我看，这种的我会比较喜欢。对，然后会问我有没有忌口这种东西，就是以我为主，会比较在意我到底喜欢什么东西，而不是以他为主的这种，我会比较欣赏这种行为。对，反之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非常下头的？奔着睡觉去的。多吗？现实生活中很多，我不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是比较快餐节奏的时代嘛，你可能别人就只是因为想要跟这个是能播的吗？可以播吗？就是可能很多男生就只是为了得吃，中国很有名，你知不知道这个？得吃是？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得吃的意思就是为了睡觉。我们中国这边就是得吃嘛，就叫得吃，就是尤其是玩酒吧多一点，或者是干这种多一点，就是现在小年轻都很喜欢奔着这个目的去谈恋爱，谈恋爱只是个假象，目的是为了跟你睡觉。约炮。对，可以这么讲。我就很不喜欢这一种。我还是比较喜欢干净一点吧，就精神干净一点，不要满脑子想着说要跟别人睡觉的这种。你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互相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关注别人，就第一次见面就去喝酒，然后他喝的太多了，他那天晚上就照顾我嘛，然后就照顾的就特别晚，然后第二天起来就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个事就是很感谢他吧那样的，然后就一起吃了很多顿饭，就这样。就好起来的关系。行，你们之间可以聊聊，就最近一次争吵是因为什么事情？小矛盾的话，我回忆起来应该是他容易迟到比较，对，就特别收拾的话会特别的磨，对，就容易迟到。不过在慢慢的变好了已经，其他的就还好。我时间运就已经超级多了已经。像我的话，如果跟男生第一次见面，我一般都会带一个见面礼。就是可能娃娃或者香水之类的那种，但是如果加分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次相处下来看聊天的内容吧，看合不合得来，主要是。挺好，就是灵魂上能不能共鸣？也没有了，其实主要还是看脸。谢谢你的诚实。那有什么行为是非常的扣分的？比如说一些细节，如果一起出去，然后他一直走得很快，跟不上，这种就我可能就会偷偷在本子上记扣分，然后扣完之后，下次他就可能就约不出来我了。扣完了之后，下次我今天可能有点事，然后就不说话了。明白了，没有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对。你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90后、00后的婚姻会比70后、80后更正常吗？我觉得会，而且大家普遍都会晚婚晚育，我感觉，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认识一个人，你跟他完全就是真正深入了解到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很多缺点。现在想喜欢就喜欢，想谈恋爱就谈恋爱，想不结婚就不结婚，就不用去看待上一代人的眼光了，就是随着自己的内心走就好了。主要看自己是怎么样的，对，现在按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去看别人怎么着呀，你就一定要怎么样，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不用在于就是家长的一些陈旧的那些观念、传统的观念，不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就一定要去结婚。父母那个时期的恋爱更可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嘛，就是基本上他们会觉得说，我跟一个人谈恋爱了，那么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么我以后如果跟他离婚了或者怎么样，我会嫁不出去这种心态，对吧？会觉得对女生来说是种污点，但现在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哪怕谈恋爱不合适，那就可以分手啊，没有必要因为贞操或者是所谓的没有面子嫁不出去这种话而委屈自己去跟一个不是很好的男人过一辈子。对，现在女生的主观性会更强一些，不会说为了所谓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去妥协自己。对，更注重当下的感受嘛。因为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以前就是直接见了一面，然后就直接结婚了，所以可能对对方都不太了解。你会发现现在的快餐式恋爱太多了吗？会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他们谈恋爱的话也会速度比较快，可能接触1-2个礼拜就可能就很快的进入一段关系，然后但是他们一般分手也很快。就是我现在谈恋爱的话会更拉长跟前妻对方的一个接触，然后再去看吧。而且感觉可能是年纪上来了，最近谈恋爱都开始想以后了，以前不会这样子的。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体现。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会顾虑太多，因为想的太多就会
顾虑太多，我觉得这样不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很可惜今天没有拍到男生，因为都是拒绝的。如果你也是一名女生，在你的国家，你们女生的审美偏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你想学习中文的话，我会推荐 Chinese Zero to Hero。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细节，你可以在评论区的置顶看到哦。好吧，那我们下期节目见。